看起来的确很能渡的样子啊。你好，我叫关淑逸。怎么是他？那个写信举报我勾引他，害我被医院停职的混蛋。是他。不要动！把钱和药品交出来，不然我今天弄死他！我怕别冲动了，我给你拿药。不要动啊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姐姐，我很害怕。不要怕，没事。快在那儿，有人！那边还有人呢！救人！快过来！快救人呐！快过去！姑娘，姑娘。关小姐你好，我是沈清玉。沈先生的大名，我可是如雷贯耳。既然是小小安排的这场相亲，我想问问关小姐，今天这场见面感觉如何？我很满意。我不满意。沈总前脚向医院提交匿名信，害我被停职审查，后脚就衣冠楚楚坐在这跟我相亲。怎么，要娶一个勾引你的女人？今天相亲到此结束，咖啡我请。拜托沈总以后不要多管闲事。我这是被嫌弃了。4年了，脾气倒是一点都没变。让开让开，这小孩怎么了呀？怎么突然就倒了？小孩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个孩子晕倒了！快来人啊！我知道了，快叫110！哎，有人来了，有人！再看一下，怎么了？哎，脱鞋呢啊！是高热引起的惊厥，大家散开一些，不要围着，保持空气通畅。谢谢你啊，小姐，我们是医生，是，我们来就行了。哎，快！性格坚韧，临危不乱，专业过硬，倒是个非常不错的留人对象。可惜，什么？沈总，小少爷生病了，情况很紧急，立刻过去，快！沈总，小少爷高烧引发惊厥，情况十分危险。可刚才护士说他偷偷跑出病房前去找你，刚到医院门口便晕倒了。万幸的是，遇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儿科医生，因为抢救及时，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。是你。这孩子是你的？多谢关医生出手相救。孩子是急性高热惊厥，我已经做过紧急处理。生病期间，家属不能让他再次乱跑，否则一旦引起窒息，神仙也救不回来。关医生，沈某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以后不管在京圈遇到什么麻烦，随时找我。关医生，您的鞋。好的，果然是行走的活路。
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救死扶伤是我该做的事，沈总不必客气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爷爷、爸妈，我回来了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医院不是把你停职了吗？这件事情发生的很突然，我谁也没告诉。爷爷，您怎么会知道？我是官家一家之主，什么事情瞒得过我？是爷爷，他为了逼我乖乖回家连夜，安排人写了举报信。天啊，我冤枉了沈清月，还把人家臭骂了一顿。以后你不要去医院上班了，看看圈里的名媛千金，他们哪个不是帮家里打理事业？或者是在晚宴上结交权贵，可你偏偏就长了一身反骨，非要去当那个伺候人的医生不可，官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救死扶伤在你眼里是丢脸，爷爷，我是一个独立的人，我的价值应该在手术台上，而不是去攀附其他豪门，做一个换取商业资源的漂亮筹码。书意，你怎么跟你爷爷说话的？快道歉！我没有错。反了你了！明天我就给你安排一场相亲，是家居大亨徐家的徐成，你必须要去。爷爷，妈求你了，你就别跟你爷爷顶嘴了，行不行？妈，你也逼我去相亲，去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吗？妈知道委屈了你，可是你爸现在正和你二叔争抢南边那个大项目的负责人，你今天要是忤逆了你爷爷，你二叔一家人就能把我们踩在脚底下。是爸妈没有，连自己的女儿都护不了，还要靠你委屈你来保全大局。以后在这个家，我跟你爸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好了，妈，您别哭了。明天的相亲我会去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已经半个月没有来大姨妈了，我害怕，求求你帮帮我吧！哭什么丧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老子不喜欢戴套，自己怎么不吃药呢？怀孕了就去打掉啊！可是医生说了，我体质差，打胎会有大风险的。徐成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帮帮我！谁知道你肚子里怀的是哪个野男人的种？老子今天要去官家把那个叛逆女拿下！你看，哦，他就是徐成。你这个疯女人，你敢打我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听好了，我叫李翠花。听好了，我叫李翠花，金山医院男科主任。我看你下盘虚浮，有严重隐疾，记得来找我挂专家号，早治早好。你给我等着！一定要对徐公子客气点儿，别摆臭架子。意义，相亲聊得怎么样？好好表现啊！赶紧把婚事定下来，别再惹你爷爷生气了。今天是徐公子，明天是李公子，只要我不结婚，永远是错的。关医生，沈某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以后不管在京圈遇到什么麻烦，随时找我。哪位？
你好，我是关书义。你之前说只要我开口，什么忙都可以帮，现在还算数吗？算数。那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可不可以？左岸咖啡，半个小时后见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以为你是举报我的人，才骂了你。求你了。你都叫我一声小舅舅了，我为什么对你一个晚辈计较？说吧，关医生约我出来，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那晚辈就小小越界一下。沈总，和我结婚吧。关书义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，可我在那个家庭里，他们每天都逼我去联姻。我如果待下去，永远是他们换取利益的筹码。既然嫁谁都要嫁，那我不如嫁给京城最有钱有势的男人。婚姻不是儿戏，一旦结婚，我会把他当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我在部队摸爬滚打，接受的最高准则就是忠诚，对信仰忠诚，对战友忠诚，对国家忠诚。如果我娶了你，这份忠诚会完完整整的交给你，人或心，我都绝不背叛。这就是我沈金玉对婚姻的底线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要跟你坦白，云州，也就是你在医院救下的那个孩子，他不是我的亲生儿子。什么？他是我战友的遗孤，他父母在灾区救援中双双牺牲，他只有我唯一一个亲人。他因为创伤，心里异常敏感，我需要一个本性善良且能被他接受的母亲。外界传闻沈清玉是因为冷血无情，未婚就搞大别人的肚子，没想到他竟然为了保护孩子，一声不吭的背负了所有的骂名。沈先生，除了你说的忠诚，我还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给你我全部的认真。我会把云州当成我的亲生孩子去对待。还有，我之前谈过一场恋爱。那是你的事情，不用告诉我。可我想说，我不想以后听到别人添油加醋说给你听。我的前男友叫谢举恒，我跟他谈了1年，但是仅限于牵手。就在上个月爷爷的生日宴上，他和我堂妹……好，我知道了。以后在圈子里听到这个版本，我只信你。那我们算是达成协议了吧，小舅舅。小舅舅。合作愉快，沈先生。两位新人，靠近一点儿。来，一起比个心，笑一笑。哎，两位是自愿结婚的吗？天啊，我居然真的和闺蜜的舅舅领证了！关键窄腰，名品翘臀。看什么呢？没看什么。上车，跟我去个地方。沒法子，就算冷笑冷都不是美意。就算沈总，您今天可真是稀客啊！
大驾光临咱们金山医院，以后有什么吩咐，让助理打个电话就行，何必亲自跑一趟啊？杜院长，我今天来是为了关医生被举报的事。既然院方已经根据那封信对关医生做出了停职处理，想必是证据确凿。那就麻烦杜院长把鉴定过的笔记、鉴定报告或者发件人信息，以及 IP 追踪记录，还有能明确证明关医生勾引我的照片和视频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沈总，这封信是直接寄到院办的，当时考虑到您的名誉影响不太好，所以才没有。也可能是我们院方考虑不周，不过您放心，我会重新安排人去核实的啊。不周？杜院长就因为不周？你知道这一路上我听了多少关于关医生不堪入耳的八卦吗？关医生这几年在急诊室里连轴转，多少个日夜在死神手里抢人。就在1天前，他硬生生把一个高烧惊厥的孩子从鬼门关拉出来，现在就因为一封毫无根据的举报信，就把他的功劳抹杀得干干净净。我对职业的坚持，在关家人眼里一文不值，没想到他却能看到我的职业价值。沈总息怒，是我的重大失误，我马上恢复关医生的所有职务，并召开全院大会上公开为他证明。啊，最好如此。另外，光顾着说正事，忘了告诉你，关医生是我太太，以后我太太院里的工作，劳烦您多费心。太太，沈太太啊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和我太太的关系还不想曝光。杜院长，懂我的意思啊？啊，明白，绝对明白，保证守口如瓶啊！沈先生，今天真的谢谢你。我的太太不该受这种委屈，为你撑腰，不过是我身为丈夫最基本的责任。守义，昨天见完徐公子，感觉怎么样？听爷爷的话，早点定下来。别催了，我……什么？关淑关淑仪结婚了？这死丫头嘴上硬得很，还不是和徐家那小子领证了？这个是天大的好事。喂，什么？啊，复职了？你说谁去医院给他撑腰？宏泰集团，沈清玉，沈总。唉，舒逸不仅复职了，宏泰集团的沈总还亲自出面，压着院长道歉。听说是他居然救了沈家的小少爷，他现在是沈清玉的救星。沈清玉，那可是京圈几代积累的顶级名门，真正的金字塔尖。谁要是能嫁给他，那简直就是一步登天。对呀。爷爷，姐姐难不成是和沈总领的证？沈总。诺诺，你疯了吧？沈家什么门第啊？关淑怡一个天天在急诊室里边熬夜，满身消毒水味的底层大夫，沈清玉能看上他？哼！她如果能嫁给沈清玉，我把这官司我倒着写。爸爸，你真的和漂亮阿姨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周周喜欢他吗？喜欢，他救我的时候好厉害。
爸爸，等我出院了，我想让他去幼儿园来告诉所有小朋友，我也有妈妈了。快救人啊！都过来，在这边，一个一个走。来，接住！把手给我，快！后面还有。快点，再来，小心！是。队长，救人！队长，救人啊！队长，我快不行了！队长，周周就拜托你了。好，以后爸爸妈妈一起去幼儿园接你，让他们都羡慕周周，好不好？好。别人都说他冷血无情，可一个对孩子能有如此温情、如此尽心尽责的男人，人品一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查房啦！周周小朋友，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漂亮阿姨，爸爸说你以后就是我的新妈妈了，那我现在可以叫你妈妈吗？当然可以啊！妈妈，我有妈妈啦！爸爸妈妈，既然你们结婚了，那妈妈今晚是不是要和爸爸一起住啊？妈妈平时工作很忙的，晚上还要在医院值夜班，所以你们是不是骗我的？电视里说爸爸妈妈不住在一起就是要离婚了。是不是周周不乖，所以妈妈才不想回家？妈妈，别不要我，周周一定乖乖听话。没有，周周最乖了。妈妈答应你，今晚就搬去和爸爸一起住，好不好？我们永远不分开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我今晚就去奶奶家睡，绝不当电灯泡。既然儿子安排好了，太太晚上下夜班，我接沈太太回家。那妈妈先去工作了，周周今天要乖乖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太太回来了，房间已经收拾好了。先生平时一个人住，这下房子总算有点人气了。谢谢兰姨，不过我住客房就好。你等会儿把我的行李箱送到客房去。对了，沈先生，兰姨，既然我已经住进来了，以后有空的话，我们一起做个体检吧，尤其是传染病筛查。传染病筛查，他是怕我有脏病。你们别误会，我是名医生，家庭成员的健康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万一以后出了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也能第一时间紧急处理。尤其是传染病筛查，我现在毕竟和沈先生结了婚，万一以后履行夫妻责任，做亲密的事，哎呦，我汤里还炖着锅呢。太太先生，你们先聊。天哪，我在说什么？那个，客房在这边。30岁的人了，身材还这么有料吗？我刚洗完澡，出来喝水。你也是？是。啊，还真是个小姑娘。关医生，有时间吗？我想和你聊聊婚后的生活。
好。沈先生，其实关于我刚刚说的话，是我嘴瓢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虽然我们是协议婚姻，各有所需，但婚后性生活没有我的话也可以，我不勉强，你也不用勉强。关书义，我是一个身心健康的正常男性，在面对合法的婚姻，我有正常的渴求。我不仅是一名商人，曾经也是名军人，我会尊重你的意愿，在你未完全接纳我之前，绝不强迫。谢谢，那我就进去休息了。头疼吗？是最近处理公司的事情太忙了。我帮你按穴位，缓解一下。这疤痕怎么看起来有些眼熟？那个，你脸上掉了根睫毛，我帮你吹了。我先去休息了，晚安。小声点，我们那是协议结婚，假的，各取所需啊。各取所需？哎，我小舅舅多绝啊，长得帅，体能好，情绪稳定，还多金。最关键的是，他那个禁欲的气质，简直就是极品中的极品。我就不信你不动心。不可能，我们现在是纯洁的室友关系。这么肯定？难道你还想着当年在洪水里救你的那个男人吗？哎呦，这都过去多久的事了呀！我打赌，你一定会爱上我小舅舅的。赌就赌，怕什么？那赌注是什么？你要是真爱上他了，就穿上我店里那套绝版的性感兔女郎套装，到我小舅舅面前跳扭胯舞。那我要是没爱上他呢？你要是真能忍住，不爱上他，我就戴上那个绿人头套，到你医院门口，一边摇花手一边大喊：“我是大蠢驴。”一言为定，你肯定输定了。在我的规矩，数据误差3个点等同于全军覆没，而你们的这个核心方案，前后换了将近10个人。各位，洪泰不养闲人。沈先生，洗手间落了件你的贴身物品，需要我帮你收起来吗？有劳沈太太先放到我卧室的床上。活见鬼了，冷面阎王居然笑了。在下一阶段的数据报告中，我不希望看到的还是这样的方案。散会。
这笑，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笑。沈队，您真的要和官家大小姐结婚？那您可得想清楚了，这官家大小姐可是一身反骨，是个不好惹的主啊。什么时候开始，你也通过流言蜚语去了解一个人？这不是圈子里传的玄乎吗？但是我就觉得太太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4年前，藏区援助医疗队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拿着椅子一下呼晕歹徒的那个女孩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说，您是不是当时就对人家有意思了？那怎么能记得那么清楚呢？没有，我不信。您还记得那次归队汇报吗？袁建点那个姑娘简直是巾帼风范，哎，这一下子下去，直接把歹徒给拍懵了。啥是啥？可也太冲动了，那可是亡命之徒，随便一个反扑就能要他的命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就佩服这勇气。下次见到他，一定要问他要个微信。别看他现在晒得黑乎乎的，那五官可标致的很。哎，调皮呢？训练任务都做完了是吧？闲得慌。既然闲，一人500个单手俯卧撑，现在就去操场，向右转，跑步走。你说，你要是不喜欢人家，人家管你要个微信，你还让人家做500个俯卧撑？没有，对我来说，爱情可有可无，我也不相信一见钟情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如果说非要有点什么，我只能说，她是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小姑娘。要把新女婿带上啊！必须让家里人认识认识。知道了。沈先生，今晚官家有个家庭聚餐，想见见新女婿，你有空就陪我回去一趟，没空的话就算了，我自己可以。哎，徐公子呢？让你带新女婿回来，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？他很忙，来不了。书意，这就是你叛逆的下场。好好的富家千金不当，非得去当什么医生，最后嫁给这种浪子。他换女人比换衣服还勤，嫁给这种男人，这辈子算是毁了。所以你们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爷爷，你知道徐成是什么样的人，还硬把他介绍给我。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曲恒说的是真的吗？徐成真的是那种私生活胡乱的烂人？爷爷，徐家公子真的是这种人吗？天哪，你和他结婚，这怎么行？都给我闭嘴！流言蜚语怎么能当真呢？他们徐家手里握着是南部的核心工程，那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。爷爷，所以在你眼里只有利益重要。我终生的幸福，甚至我的性命，都不如你一个工程重要。哎呀，淑仪，爷爷可不是逼你，官家把你养这么大，从小锦衣玉食供着你，你非要当大夫，家里也允许啊。你用了这么多的家中资源，也该给家里做点什么吧。所以我就要嫁给徐成那样的烂人。好孩子，
男人成家之后都会收心的。只要你给徐家生下长孙，我相信那徐成一定会为你改邪归正。我相信那徐成一定会为你改邪归正。对啊，姐姐，徐少那是风流倜傥，哪个豪门公子哥没有点爱好？你嫁过去就是正宫娘娘。就他这种又臭又硬的脾气，也就徐家公子眼瞎，换做其他豪门公子，谁想娶她？行了，既然结婚证都领到手了，那徐公子怎么没来啊？他在哪儿？关书义，你给我出来！徐少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这伤这是？怎么了？你问问你的宝贝孙女，前2天用宝打了我，害得老子差点不能人道。还给我装蒜，说什么自己叫李翠花，是金山医院的男科主任，害得老子找了他好几天。闺女，你把徐少给打了？那你昨天发的结婚证，你不是跟徐少领证了吗？领证？老婆，既然官家这么着急把他塞给我，那我就娶她。等我把这个毒妇娶回家，看老子怎么狠狠折磨你。抱歉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而且我丈夫脾气不太好，他不会同意我跟别人结婚的。关书义，你说话能不能动动脑子呀？你说你结婚了，手上连个结婚戒指都没有，就算是穷光蛋，素圈应该是买得起的吧？就是啊，姐姐，你该不会是为了逃避联姻，故意从网上下载了一张结婚证，P 图发到群里的吧？普通的戒指配不上我的太太。抱歉，公司有点事耽搁了，我来晚了。沈总，哎呀，沈总，你大驾光临，您亲自来了。听说我太太家里有家庭聚餐，作为丈夫，我自然要登门拜访。什么？姐姐发在群里的结婚证真的适合沈总？这怎么可能？沈总，你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，她可是个毒妇，前2天差点把我给废了。徐晨，我用医疗机构严谨的数据告诉你，那天我对你大腿内侧造成的软组织挫伤以及放射性疼痛，并非伤及到你要害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不行了，我建议你去挂个神经科，而不是在这跟我医疗诽谤。你胡说八道！污蔑我太太的职业操守和个人声誉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如果徐少觉得身体还有不适，我的医疗团队和私人律师随时陪你去做伤情鉴定。不用了，我可能这几天休息不太好。那个关老爷子，我家里还有一点急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书义，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你和沈总联姻这么大的事儿，都没和家里提前说一声。是啊，沈总，快坐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们关家和宏泰集团可要多多的相互帮扶啊！快坐，快坐。厨房多准备几个好菜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起吃顿好饭。好。关老先生客气了。不过，书义今天在医院忙里忙外了一天，有些累了，饭就先不吃了。等改天我们空了，我亲自登门拜访。书义，回家吧。这。
沈先生，对不起啊，今天麻烦你跑一趟，还让你看到我笑话。为什么道歉？在那个家庭里长大，他们教育我最多的就是如何为家庭做贡献。我的婚姻在他们看来，不过是换取商业资源的漂亮筹码。让你面对那些乌烟瘴气，真的是见笑了。关淑仪，别忘了我们在法律上的关系。从领证那一刻，我也是你的家人。本来早就准备好了，但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不然刚才在关家，他们就没法拿戒指的事做文章，让你受委屈。怎么有两人啊？你是医生，平时做检查、做手术，戴戒指不方便，买了这枚素靴，你上下班的时候戴。至于这枚钻戒，以后陪我出席晚宴的时候戴。沈太太，手给我。漂亮，谢谢。沈太太，要不要给我也戴上？沈先生，往后余生，请多帮人。沈太太，往后岁月，也请你多指教。那抱一下。等等，你在干什么？那个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回房休息。沈先生，晚安。太丢人了，必须得想办法感谢他一下，挽回一点颜面。怎么啦，新婚少妇？不跟我小舅舅春宵一刻，找我干嘛呀？小小，我想送你小舅舅一份感谢礼。你知道他平时喜欢什么？简单呀，就送你店里那个招财的水晶洞，布灵布灵的。不太好吧？男人好像不太喜欢这个。哎，有了，送定制西装，他可是圈里出了名的西装暴徒。把需要测量的部位发给你。肩宽、胸围、腰围，前裆、后裆，这怎么量啊？沈先生还没睡啊？那个，今天谢谢你替我解围。作为答谢，我想送你一套定制西装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我可以给你量量尺寸吗？沈太太费心了，来吧。
微风轻拂过身体，那些只是为爱的东西，说太多我爱你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说不出口就藏在心里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沉默是世上最大的道理。今夜别谈心，只谈过去，再多的情话也不一句。我想谈你的身体，人总是习惯逃避，你看着我生气。那个上半身量完了，我记一下。这几个重要部位，要不你自己量一下？这几个重要部位，要不你自己量一下？关医生，这几个部位我自己量不到吧？行，我来。那个，我全部都量完了，我回去记一下。沈太太，除了牵手和拥抱，我们要不要试试别的？是什么别的？晚安。晚安。你小舅舅他刚才亲我了。你们亲我，亲哪儿呀？嘴唇吗？还是热吻呢？不是嘴。不是嘴，难不成？停止你的黄色废料！他亲了我额头。额头？小学生，散会。额头，我好幸福。喂，你好。是周周的家长吗？沈先生的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周周在幼儿园和同学发生了严重的冲突，对方家长闹得很凶，您赶紧能来看看吗？周周在幼儿园和同学发生了严重的冲突，对方家长闹得很凶，您赶紧能来看看吗？好，我马上去。我说怎么手脚这么不干净，敢摔坏我家胖虎这么贵的限量版机甲，没妈教的野孩子，就是手脚不干净。你是不是也想要啊？没人给你买啊？这位家长，嘴巴放干净点。我是他妈妈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原来是有妈的呀，那你就好好管管你家孩子不干净的手脚。这可是绝版限量机甲，要好几万块呢。你儿子把他胳膊摔断了，今天必须3倍价格赔偿。是吗？麻烦拿给我看一下。这位家长，你确定这个机甲
是刚刚周周在幼儿园摔断的。废话，你没看那断了的胳膊还在你儿子手里拿着吗？哟，这个断口处有胶水残留，一看就是粘贴过，又再次摔断。好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妈妈，对不起，是我一屁股坐断的，我害怕你打我。对不起啊，周周妈妈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没教好胖虎，误会了周周。周周，阿姨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哎呀，周周真是个好孩子。快走。周周，完全不是你弄坏的，为什么不跟老师解释？因为胖虎总是笑话周周没有妈妈，我感到玩具坏了，我就想，如果老是打不通爸爸的电话，是不是就会叫你来？对不起，是妈妈错了，妈妈应该早点来幼儿园。走，我们让幼儿园所有的小朋友都认识妈妈。好。申队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开会手机静音，没有收到学校紧急电话，现在不知道小少爷怎么样了。小朋友们好啊，我是医生，也是周周的妈妈。今天很高兴认识大家，我给你们带了小礼物。周周的妈妈长得好漂亮呀！周周妈妈是白衣天使，周周太幸福了，她有最好的妈妈。那我想知道哪位小朋友想要波仔派对？我想要！快！看来太太已经把事情给解决了，从来没有见过小少爷这么开心过。关太太还真是个大英雄。哇，兰姨，这花好香啊！这花我是在网上买的，卖家说是四季女娲，我也分辨不清楚。不可以剪接吗？到时候放卧室。当然可以，我帮你剪。不用，自己来。啊，自己来。哎呦，我的太太，你咋能这么不小心呀？一会儿先生来了，可是要心疼的呀。兰姨，只是扎了个小口，等先生看到了，都愈合了。哎呦，先生，你可算下来了。太太刚才剪花，不小心把手剪了，都流血了。只是蹭了一下，没事的。你的手是拿手术刀的，要好好护理。下次再要花，我找人送过来就是，别自己剪。嗯，好。这个包扎的手法好眼熟，当年在新式洪灾里，那个救我性命的军人打的好像就是一模一样的死结。今天不用去医院。今天休息。有个好哥们回来了，我跟小小约了，去给他接风。早点回家。还有，不许喝酒。沈清月，你是不是在撩我？这人怎么莫名其妙的，好奇怪。我不过就出去了1个月，你们俩双双就嫁了？咱们仨可是10几年铁哥们儿，嫁人这么大的事儿，连吱都不吱一声。吱？有病啊！哎呀，周少息怒，这事出有因嘛。哎，对了，你呢？最近1个月都去哪儿了呀？看着瘦了一大圈啊。去了趟香港，闹着分股权争家产。老爷子现在还在 ICU 躺着，连气都还没有断。我那些好叔伯兄弟
就已经在外面忙着清点古董藏品，划分一下产权了，吃相一个比一个难看。又是这种事。哎，别想这些糟心事儿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之前砸重金追的那个清纯女明星，不是最近要来咱们这拍戏吗？这下她可以见到真人了，开心点。脱粉了啊？她不是你的白月光吗？在香港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她上了我大伯的车。啊！我这破嘴，周少，我错了。无所谓了，在香港这1个月，我算是看清了，什么亲情友情，什么干净清纯，到最后都离不开利益2个字。笑笑嫁给你大哥，我能理解，他可是惦记了10几年。可是你呢，关淑义，你为什么要嫁给沈清玉啊？说不定我们是先婚后爱呢。先婚后爱，我看是先婚后葬吧。豪门里连亲情都掺杂了算计，你还渴望生出爱情？周时旭，你自己受了情伤，就少在这扫射无辜啊！你怎么说我小舅舅呢？他不一样，他跟那些利益至上的资本家不一样，他骨子里有军人的底线和责任感，他尊重我的职业了。他为了保护战友的遗孤，背负未婚生子的骂名。这样的男人，我不相信他会为了利益算计我。完了，关淑义，你彻底完了！咱们认识10几年，什么时候见你这么维护过一个男人？你还敢说你没动心？算了，事已至此，我只希望咱们这位站在金字塔尖的沈大佬，对你这只小白兔能网开一面吧。哎呀，少废话！今天是为了给你接风，咱们喝酒。来，喝。你少说我小舅舅坏话。喝酒。我宣布，丽丽是我永远的小舅妈。对，那我们有请丽丽和我们唱一首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沈总，久仰了。周少你好，多谢你通知我淑仪醉酒，把它给我吧。沈总，我们家淑仪从小被护着长大，没有受过什么委屈。要是以后你敢欺负她，让她受半点委屈，我随时会把她带走。年轻、帅气、多金，还跟他青梅竹马，这就是他喜欢的类型吗？周少放心，你应该是没有这个机会。舅舅，拜拜。舅舅，舅妈。放开我，我还要喝。沈队，车就停在前面路口，要不要我开过来接太太？不用，刚好走走，吹吹风，帮他散散酒气。你先下班吧。是。你看，我能走一条直线，我厉害吧？厉害，慢点走，别摔了。啊，是彩虹啊，好美啊！关淑仪，帅哥，你长得和我老公有点像。有没有可能，我真的是你老公？
我什么时候找了个比我大这么多的老公？嫌我大，所以你喜欢刚才包厢里那个年轻的。关书义，你在干什么？周时旭说，你们这些豪门老男人都是冷血动物，没有心的。我不信，我要检查一下。骗人！周时是个大骗子，你明明有心，不，像打鼓一样。不对啊，这心率绝对超过120了。从医学角度来说，静息心率过快可能是心动过速。明天我带你挂个心内科检查一下。关医生，我为什么心跳这么快？你这个当医生的，真的不知道吗？什么？喘不过气来了。现在清醒了吗？清醒了。前面就是江边观景台，要不要过去走走？啊！哎呀！怎么了？恐高？恐水。其实这种平静流淌的水，我不怎么怕，我水性挺好的。我怕的是那种涨潮时的水，浑浊又汹涌，能瞬间把人卷走。为什么害怕那种水？3年前新市那场特大洪灾之后，我就开始有点恐水了。他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当年在洪灾里拼死救人的事。那我们以后不看潮涨潮退，就看细水长流。关书义，在我们这场婚姻里，我会向你确认3次你对于我们婚姻的想法。第一次是婚前，和你聊过我关于婚姻的态度和底线，确认过我们的思想是同频的。第二次就是现在，你心里但凡有一点犹豫，一点不情愿，我绝对不会勉强你。余生很长，但我不想我们用大量的时间来试错。先婚后爱，我看是先婚后葬吧。豪门里连亲情都掺杂了算计，你还渴望生出爱情？沈清月，其实嫁给你好像还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能一起走下去。哦，怎么有意思了？因为你是个好人啊。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误会了你，你都没有气恼，一直保持礼貌。你每天那么忙，却还是认真的养护周周。我们匆忙闪婚，但你还是给我准备了戒指，肯定是刚领证就准备好的。你不仅对我好，对兰姨也好，你给她买了车，细节见人品。至少我现在看到的你，是能共度余生的伴侣。好，那为了配得上沈太太的评价，我要继续努力，努力做好人。那第3次确认是什么时候？我觉得等你什么时候觉得嫁给我不只是有意思，而是很值得的时候。
这是？沈太太很软。救命！这句话可不可以不要说啊？还有事？你不会是想住我这儿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逗你玩的。沈清月，滚蛋！我要去睡觉。哎啊！不过，刚在河边没做完的事，现在就做完。什么事儿？我的时候，当花一开始多余的时候，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，这是刚好。哎呦！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，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，沈清玉最近怎么变成接吻狂魔了？说好的纯洁同居室友呢？哎呀！没睡好。对啊，都怪你。是因为我的原因吗？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没睡好，那么我愿意补偿。怎么补偿？再亲一下。再亲一下。不用你补偿，沈清月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也是第一次说这种话。现在的你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不习惯，也觉得有点奇怪。那辛苦沈太太习惯一下，我以后尽量做得自然一点，不让你觉得那么奇怪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洗漱收拾一下，今天周末，我带你回趟老宅。领证之后，你还没有正式见过沈家人。回老宅？这么突然？这身特别好看，尤其是这条丝巾，很亮眼，特别配你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太太，你这样也太漂亮了，这身段，这气质，跟我们先生站在一块儿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！谢谢兰姨。哎，你的丝巾好像有点歪了，我来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没事，我上次不也碰到你了吗？咱们也算扯平了。关书意，你还不如直接闭嘴呢。早餐好了，我们吃饭吧。书意，去老宅前，有件事我得跟你交个底。
怎么了？奶奶这些年，身边一直养着荣家的小女孩，荣燕。爷爷去世那年，奶奶很难过。算卦的说她命里缺火，让她找个命格里带火的姑娘养在身边，才能安心。家里人为了让她高兴，就由她去了。不过，奶奶一直把她当成媳妇养着。不过我对她没意思，之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更不会。我知道你对她没意思。这么相信我？你如果对她有半点心思的话，当初就不会和我结婚。谢谢你愿意相信我，关淑仪。我们的婚姻没有任何人的干涉，无论如何，你都是我从一而终的选择。你也是。吃这个。爸爸妈妈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周周，有没有想妈妈呀？超级想！当当当当，看看这是什么？给你买的最新款限量版苹果。哇！谢谢妈妈，妈妈最好了。喜欢吗？哎呦，这不是我的小舅妈吗？我的礼物呢？总不能因为咱俩交情好，就把我的这份给省了吧？你的当然有，我的嫂嫂。嘘，关淑仪，你疯了！你想让我小舅舅把我的皮给扒了吗？哼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调侃我。这两个人绝对有事瞒着我。罗军，去查一下于晓，我要他最近的全部动向。走。哎呦，这就是书意吧？哎呦，这拿手术刀的手还真是不一样，看着就灵气。爸妈，这是我给你们带的礼物。这孩子这么见外。淑仪啊，这是我和你妈给你准备的见面礼。这几份啊是市中心旺铺的房产证，留着给你收租零花。这几套房子啊就在你医院对面，平时啊方便你上下班。要是在医院上班觉得累了，爸给你再划点宏泰的股份，咱们在家坐等分红。爸妈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爸妈给的你就收下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就是拿着拿着。青玉这臭小子，年龄大不说，还一板一眼像冰块。你不嫌弃他呀？哎呦，这是我们沈家祖上，哎呦，烧高香了。妈，我人还在这儿站着呢。奶奶好，初次见面，我也不知道送您点什么。青玉说您睡眠不太好，我特意为您调制了秘制香薰，希望您喜欢。关小姐有心了，本老太太呢有点毛病，就喜欢嫣儿给我配制的香，旁人配的，我闻着头疼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淑仪，奶奶有些认床认香，平时只用我调的沉木香。没关系的，是我唐突了，只要奶奶身体安康，用谁的香都可以。来，淑仪啊，既然你嫁给了我们青玉那就应该好好的相夫教子，好好的做一个母亲。去吧，带着周周到后堂
看看饭菜做得了没？太奶奶，咱们才刚进门呢。我说小小，你也跟着去啊，别在这儿碍着我的清静了，去吧。行，那奶奶我们先去。奶奶，我跟淑仪一起。你给我站住，坐下。秦玉啊，你媳妇儿去后堂看饭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？妍儿，你陪陪你庆玉哥哥，你俩从小一块儿长大，好久没在一起好好说过话了吧？秦玉呀，你平时说话办事很有分寸的，怎么在婚姻这种大事上犯糊涂啊？你说你放着嫣儿这么好的姑娘，你们俩从小一块儿长大，那是知根知底呀。你非得娶个外人？奶奶，我并不觉得我哪里糊涂，我娶淑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您看看这个，4年前藏区医疗点面对持刀的亡命之徒，是他挺身而出，拯救了所有人。3年前洪灾，他被卷在洪水中，就是为了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。就连周周，也是淑仪从鬼门关里硬生生抢回来的。淑仪或许不如那些名媛千金长袖善舞，但她明明可以安享富贵，却愿意冲在第一线，这是她身上最好的品质。她不该被困在任何一个小家庭里去争风吃醋。她心中有爱，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光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医生这个职业确实是积大德的。这姑娘不错，我没想到。哎，看什么呢？脖子都要伸成长颈鹿了。谁伸长脖子了？我在看这个房子的装修。得了吧，小舅妈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刚才太奶奶是故意支开你这正牌太太，好在里头撮合我的小舅舅和那位荣大小姐。看出来了又怎么样？人家毕竟是长辈。长辈怎么了呀？我小舅舅也是的，平时在商场上杀伐果断，刚才怎么不知道拒绝？简直是太没有分寸了。就是，男人不自爱，就像烂白菜。哎呀呀，好大一股酸味呢！小依依，你吃醋啦？哎，你可别忘了我们俩的赌约哦！我真的很期待看你跳兔子舞呢。谁吃醋了？我那是出于对室友的占有欲。光有占有欲有什么用啊？听我的，对付我小舅舅这种禁欲系的老男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在床上说服他。说什么呢？我们还没那个呢。什么？还没有？我是生活在2026年吧？哎，拿着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终极武器，祝你们干柴烈火，马到成功。你疯了，于晓！周周还在旁边玩玩具呢。哎呀，看不到。我来帮你吹。怎么了？谁惹沈太太不高兴了？没事，不用你吹，我自己来。我来帮你吹吧，听话。后面你吹不着。沈清月，你弄疼我了。抱歉，我没控制好力度。你到底怎么了？
是不是因为第一次在老宅睡，你不习惯？不是，那是因为刚才长辈们太多，你太拘束了？也不是。算，睡觉了。关书意啊，关书意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想到白天他和容烟在一起，心里就超级不爽？难不成我真的吃醋了？干嘛？想你了。不给钱。怎么突然防我像防贼一样？你就算判死刑，总得给个正当理由吧，沈太太。因为我牙疼，对，因为牙龈发炎不能亲。牙疼？我看看，肿得厉害吗？不给你看，牙龈发炎会传染，万一传染给你怎么办？你确定传染？我说会就会。好，不给亲，那就乖乖睡觉。明天带你去看牙医。这就完了？我都这么无理取闹了，你就不能再多哄两句吗？睡觉。牙还疼吗？中午想吃什么？我让餐厅送到医院。生气了？进来。沈队，你找我？罗军，如果一个人突然找了一个非常不符合常理的借口发脾气，而且一上午没回微信，这通常代表什么？您说的这个人是太太吗？您说的这个人是太太吗？让你分析原因，没让你点名。是沈队，您继续说。昨天带他回老宅，是不是我爸妈给的资产太夸张，让他心里有压力啊？这就叫霸道公婆爱上我。哎，太太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是奶奶态度冷淡，让他有点委屈。哎呀，不可能的，太太连歹徒都能制服，她没有这么小气。但是有没有可能太太不开心的这个罪魁祸首是您呢？哎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假如是我的话，该怎么哄老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那不解风情的小舅舅负荆请罪了吗？是上交工资卡呢，还是跪榴莲了呀？他不仅不知道认错，还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啊！不会吧？你知道吗？他今天甚至还给我发微信问我有没有牙疼，还让罗助理帮我预约京北最好的智齿医生。你说他是不是有病？真气死我了！天哪，依依，简直绝了！不愧是我小舅舅。
不说了，外面好像有情况，我去看一下。晚上好，牙还疼吗？牙还疼吗？谢谢沈总关心，我的牙已经不疼了，我还要休息，晚安。小小，你听见没？他还在问我牙齿疼不疼。救命啊，依依！哎，这花你就应该直接砸他脸上去。不说了，外面好像有情况，我去看一下。沈太太，我已经认识到错误，做出以下反思。反思一，错误估计了沈太太的情绪值；反思二，完全忽视了自己的问题，没有处理好人际关系；反思三，日后必定做到以沈太太的感受为绝对中心，保持身心高度忠诚纯洁。请首长批阅，若不满意，我重新写。首长，气消了。谁说我气消了？随随便便写份报告，就想打发我？啊！我不是。你干嘛？我还没原谅你呢。首长开门，就是原谅我。那天下午的事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我知道奶奶是故意把你支开，想撮合我和容颜。你明明知道，还跟他待一起。我留下来只是为了……为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想跟奶奶明确我对这段婚姻的态度，顺便向她老人家阐述一些事实。我的太太是一个心有大爱、值得所有人尊敬的医生。我说怪不得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奶奶对我的态度温和很多，原来是你在她面前说好话。其实奶奶接不接受你，都不会动摇我们的婚姻。我只是想多一个人爱你。这种事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都是为了我好，我还对你发脾气。前面你都跟我说过容颜的事情了，我还那样对你生气。我感觉我就像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坏人。沈清月，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其实你对我发脾气，我很开心。你有受虐倾向啊？因为我知道沈太太在乎我，所以才会吃醋。谁吃醋啊？我那是有领地意识。好，领地意识。那现在我要巡视我的领地了。怎么了？家里没有安全措施，我不能让你有风险。那个，你等我一下。
事儿呀？原来沈太太早有预谋，看来今晚我不卖力点，都对不起你的深谋远虑。我没有，真的不是，你别乱说，是小小塞给我的。虽然码数有点小，但勉强够用。老婆，这次真没骗你，是真的丫头。手拿开，我看看。张嘴。牙龈肿了，有点上火。等着。把药吃了。好好睡觉，一会儿药效就上来了。那你呢？我去洗个冷水澡，明天搬到主卧去住吧。啊？搬到主卧好照顾你。搬过去也不是不行，那你的床香不香？不香我可不睡。不香，因为沈太太还没有住。你快去洗你的冷水澡。明天去医院值班吗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好好休息，给你个惊喜。妈妈，我不要打针，妈妈，我不要打针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勇敢的艾莎公主。艾莎公主说，只有最勇敢的小朋友才能拥有魔法印记。一个护士小姐姐用魔法棒在你手上点一下，魔法就能生效了。我们数10秒钟，看看艾莎公主会不会出现，好不好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睁开眼睛看看，是不是魔法生效啦？哇，医生阿姨真的不错耶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害怕了。你太棒了！叶叶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去补个口红。怎么了？卫健委的领导又来检查了。院里刚下的紧急通知，说宏泰集团掌权人要亲自来咱们科室视察，说是要给咱们捐赠一批全球最顶尖的康复医疗设备。宏泰集团，沈清月，你怎么能直呼人沈总名字呢？现在院长正带着全体院领导在大厅接驾，点名要求咱们科室必须全员到齐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我宣布一下啊，一会儿咱们院沈总要来视察，每个人必须都打起10000分的精神来啊！听说这位沈总不仅富可敌国，长得比南明星还帅。哎，可惜英年早婚了。天哪，到底是哪个好命的女人能嫁给这么有钱有颜又洁身自好的男人啊？哎，说到结婚，你不是前阵子相亲闪婚了吗？那个神秘老公和这位沈总比起来怎么样？就那样吧，2个眼睛1个鼻子，马马虎虎。沈总来了，沈总，院长，沈总，沈总来了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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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他看过来了，是在看我吗？
掌声欢迎沈总！欢迎沈总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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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总，欢迎沈总，欢迎沈总！掌声欢迎沈总！关医生，快过来！来啊！这位爷今天砸这么多钱给儿科，不就是为了来给他老婆撑腰的吗？我可得好好表现。沈总，这位就是我们儿科最年轻有为的医生关书义。接下来呢，也由他代表我们儿科为您做一个详细的设备讲解。沈总您好，久仰大名，我叫关书义。幸会。称不认识。哎呀，我们关医生可是我们儿科出了名的拼命三娘，经常为了咱们这个急诊啊连轴转，也经常晚上不回家，在医院加班。哦，关医生这么拼命。关医生长得这么漂亮，工作又那么辛苦，你老公知道了会不会很心疼？他没有意见？这是什么老公啊？这什么呀？什么情况？这位高冷禁欲的顶级大佬，怎么一上来就打听人家老公啊？多谢沈总关心，我先生很支持我的事业。他虽然有些古板无趣，还非常喜欢吃飞醋，但他是个好人。古板无趣，吃飞醋。不过他很好哄的，顺手忙就行。是吗？看来关医生的婚后生活很丰富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倒想亲自见见你老公。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不对呀。哎，两位祖宗哎，你们夫妻打情骂俏的，能不能先把设备捐了呀？讲解终于结束了，真怀疑沈清玉在故意整我。你怎么进来了？天哪！刚才沈总看过来的时候，我腿都软了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就是啊，他老婆上辈子不知道积了什么德，这是什么神仙日子啊！古板无趣，吃飞醋。我那是随口乱说的。是吗？既然沈太太对我平时表现这么不满意，那今晚回去，你想我怎么热情似火？爷爷，你在里面吗？这在医院。这大白天的锁门干什么？开门啊！完了完了，是云文，你快躲起来！合法夫妻，我为什么要躲？求你了，要是被他们知道，我会被整个儿科的唾沫星子淹死的。爷爷，你到底在干嘛？我拿钥匙开门哦。拜托拜托。爷爷，你干嘛呢？你刚才不理我。没干嘛，刚刚进来换了身衣服，扣子卡住了。哎，你的脸怎么红扑扑的？感冒了？这额头怎么还出汗了？对，这办公室空调好像坏了，有点闷热。你完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这我见鬼了！这桌子底下有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有只大老鼠。大老鼠？走，咱们查房去。大老鼠。关书义，现在没有外人了，好好做杂账。沈先生，
咱们刚结婚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的，说好的正人君子呢？说好的绝不强迫呢？以前确实是正人君子，可一旦动了心，有了占有欲，就会开始贪心，开始患得患失。我当然尊重沈太太的一切想法，但是作为你的合法丈夫，我也有自由表达情绪的权利。比如今天，我专门去医院捐赠，想讨你欢心，你却跟我装不熟。我想靠我自己实现价值，不想让同事觉得我是靠沈总的关系上位吗？好啦，哄哄你好不好？唉，果然好生忙。怎么了？公司出事儿了？没事，回家。不是已经说好忙了吗？怎么一眨眼就变了？哼，男人啊！天塌了，完蛋了！我小舅就不知道怎么查到我和你大哥领证的事儿了。他刚刚给我发消息，让我明天上午9点滚去他办公室见他。好姐妹，为姐妹聊里查到的时候到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要是明天我活着走不出宏泰集团，我就拉着你大哥一起殉情。死定了！难怪他刚才在车里变脸比翻书还快。沈清月，我来认错。你觉得咱们两家的关系背得还不够乱吗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瞒着你的。你看，小小喜欢我大哥10几年，他们现在领证了，这对小小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儿啊。舒怡，你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控制欲有多强，你比我清楚。你大哥为了逃离官家的控制，特意把新公司落地在国外，于小觉得喜欢就可以义无反顾。可你大哥呢？他能给得了于小想要的儿女情长吗？这么长时间的跨国分居，就凭一纸文书，你觉得他们两个的婚姻能成吗？你刚刚还说我爷爷强势，现在不和他一样吗？挺能说啊。我身为于小的长辈，我不能看于小头脑一热，就把自己一辈子的婚姻赌上。赌怎么了？我当初嫁给你，不也是拿我一辈子去赌？我也在赌，赌你是一个正直、正义、善良的人。难道就因为赌，就一定会输吗？至少，在我现在看来，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当初的决定有多鲁莽，连1秒钟都没有后悔过。我可以不插手，给他们两个时间相处，看看关萧胜能不能承担起这份责任。你既然这样的话，那这件事你能不能先不要告诉家里啊？不能，知情不报，我不能当你们两个同谋。你听我说嘛，我大哥正在研究一个重点项目，正在关键时刻，临床实验基本结束，就等着12月底上线。你说，如果把这件事捅到家里，爷爷一定会怪罪他，到时候我大哥这10几年的心血都白费了。这是关萧胜自己的事业规划，不能成为隐瞒他婚姻的借口。你这么疼小小，肯定也希望小小的老公是一个让他骄傲，让他能在自己的领域发光，和所有人都仰慕的人啊，就像我家的老公一样。糖衣炮弹对我无用，替他隐瞒婚姻已经是我的底线。沈清月，你怎么这么难哄啊？
生气了？好，别气了，我刚才说话太硬，我向首长道歉。哼！等等，沈太太，你讲不讲理？明明是你做错事在先，怎么现在变成我给你道歉了？哄归哄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这件事我可以先瞒着。但如果让我发现你大哥给不了小小幸福，这门婚事我同意不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老公人最好。其实我刚刚还想了另一种补偿方式。哦，什么方式？肉偿。你想清楚了？我想看看你。不行，我还想。爸爸妈妈，2只大懒猪快起床啦！今天不是要去见外公外婆吗？沈清月，昨晚你说好就一次的，大骗子！什么时候2次了？就是1次。你还敢狡辩？我明明看到你中途换了那个。那是因为破了我才换的。你不信？我现在就去垃圾桶里翻出来做无证查验。哎呀，不要看那个东西。不生气了？还是生气。这次又是为什么生气啊？天啊，我总不能说昨晚是他太强了，我有点承受不住吧？我不想说。好，沈太太，以后有什么问题你提出来，我慢慢改，好不好？啊！再来一次。你放开！外公、外婆、太爷爷，周周祝你们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。开心。哎，开心，开心。咱们周周啊，可真乖，快多吃点儿。看这小嘴甜的，外婆呀，真是喜欢的不得了。是啊，这孩子教的太好了，真招人喜欢。秦玉啊，咱们2家能结亲，我是真高兴。以后咱们2家要多走动，互帮互助。关老您客气了。你掌握着宏泰集团这么大的盘子，日理万机，这男人在外面打拼，家里必须有一个贤内助，帮你打理后宅，也好照顾孩子。来吧，书义这孩子从小被家里惯坏了，一身反骨，总想做个大夫。如果你希望他能够停止下来，做个全职太太，哎，你又不好意思说，你跟我说，我来劝他，他绝对听话。关老您可能误会了，我娶书义是因为他这个人，而不是为了给沈家找个保姆。我也是怕书义工作太忙，冷落了你和孩子嘛。书义他在抢救室里抢救生命，救死扶伤，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社会价值。作为她的丈夫，我不仅不会干涉，反而会倾尽全力的支持她的事业。就是妈妈是白衣天使，周周好自豪啊！秦玉，你这么能体贴照顾人，我就放心了。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了，咱们宏泰集团在南边那个新能源项目，我们关家能不能有幸分得一杯羹啊？
舒逸，尝尝这鱼，合不合你的胃口？味道挺好的。南边的项目，明天我会让罗军把合同送到欢氏集团，洪泰会让出3个点的利润，作为舒逸的聘礼。好，好，爽快！来，爷爷敬你一杯。爸，看你也喝了不少了，我扶你回去休息。我先走了。青玉、舒逸。舒逸的房间我已经让阿姨收拾完了，妈又换了新的床垫。我知道家里的规矩啊，什么规矩啊？咱家的祖训嘛，出嫁的女儿不能和女婿睡一间啊。啊，有吗？有的有的，妈，快带我去看看新床单。依依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跟青玉之间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没有啊，挺好的。没有？那你们俩干嘛要分房睡啊？我就是不想和他睡一起，想着一个人清清静静的。我跟你爸结婚都30多年了，就算吵架拌嘴，也从来没有分房睡过。你们俩才刚结婚就闹着分房。是你妈太懦弱了，委屈了你，让你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。哎呀妈，你别哭了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感情挺好的。就是他身体太强壮了，我有点吃不消。傻丫头，你吓死妈了！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这种福气，外面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呢。既然他身体这么好，你们还不赶紧生个孩子啊？哎呀妈，你快别说了。对了，我以前那个日记本还在吗？大半夜的，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再找找线索，想知道当年救命恩人的真相。依依，你现在都已经结婚了，你怎么还惦记当年救你那个人呢？也不是惦记，当年他毕竟救了我嘛，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到他，没能当面跟他说声谢谢，总归还是过意不去。你这孩子就是重情。行，妈去给你拿去。8月15日，特大暴雨，水流得很急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。姑娘，姑娘，别担心，是他把我从水里拉了上来，我连他的长相都没看清，只记得他后背上有一道疤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让你陪周周在客房睡吗？周周把我赶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周周说，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睡在一起的，让我不要打扰他一个人睡觉。恐怕不是周周说的，是你编的吧？日记本，我能看看吗？想看就看，但不准向我幼稚。里面记了我当时被困在洪灾里，被人救下来，我一直还没找到我的救命恩人。没想到，这个事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，这可是救命之恩，要不是他，我的小命都快没了。哦，那你找到他，想干什么？那当然是要狠狠的感谢他，给他敲锣打鼓放鞭炮，
为他庆祝。嗯。如果救命恩人长得帅又单身的话，说不定我会以身相许。如果他只是因为感恩才选择我，那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我要的是他完完整整、毫无杂念的爱。哇，沈先生，不会连我救命恩人的醋都要吃吧？是，我吃醋了，所以现在我要行使作为丈夫的权利。我可以亲你吗？啊！不行，这是我房间，我爸妈还在隔壁呢。我们是领了证的合法夫妻，有什么不能亲的？You wanna light up. Only 老婆。You wanna light up. 关书记，你老公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是禽兽吗？啊？怎么回事？他是禽兽吗？啊！小声点，还嫌不够丢人？不是，他到底用了多大劲儿啊？你阴道撕裂发炎了！啊！不行，你们绝对不能再同房了。啊！明天一早要去欧洲，大概要去1周。好的，那你注意安全。一去这么多天，沈太太是不是要给我点补偿？嗯？还来？老男人开荤这么可怕的吗？哎呀，停！今晚我要分房睡。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反正我就想一个人睡。总得有个理由吧？是我哪里惹你不高兴，又让你不开心了？总不能让我和他说本人撕裂了，请您悠着点吧。别问那么多了，今晚我一个人睡，我就要去客房。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难道是昨晚弄疼他了？还是我刚才的要求太过分了？小舅舅，绝密大爆料，5天后就是关诺诺和谢举恒那个渣男的订婚宴了，他们肯定要借机彩艺一脚，你可一定要把行程排开，闪亮登场。今晚死活要分房睡，难道是因为前男友结婚太伤心了？好久不见！哎呦，王总，又来了。自从上次这个事，我就一直没见过，好久不见。我跟你说，我公司新到了姐姐，好久不见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。等一下订婚仪式开始之前，可以上台来祝我们幸福吗？你的意思是，
我前男友出轨了我的堂妹，还要我由衷的祝福你们百年好合吗？依依，千万别答应，他这是想把自己做的丑事粉饰太平。姐姐，我们毕竟都是一家人，这些八卦传出去，对官家的名声也不好。再说，你现在不是嫁得更好了吗？既然我们都找到了归宿，彼此放下过去，好吗？行啊，我答应你。谢谢姐姐，你也不用担心说些什么，发言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真有意思。你要真按这上面的说，他们俩的出轨反倒成了和平分手，真爱无罪。毕竟是我的好堂妹，我当然应该好好感谢她。得了吧，我看呀，你是要掘地3尺，把人埋了。一起喝一杯。啊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听说谢少把他给甩了，就是因为他的私生活太混乱了。他一天到晚就到那些穷地方，跑什么山区、洪灾、地震，他都在现场，跟一堆男人的吃喝全在一起。谁知道他私底下干不干净，或者染了什么脏病？就是，现在离了谢家，不知道又攀上哪个老男人了。哎，你们几个是不是早上没刷牙呀？嘴怎么这么臭呢？啊！不用跟他们动手，不值得。依依，你酒量不行，不能喝这么多。谁说我要喝酒？我的脸，我的衣服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这不吵起来了吗？哎呦，你看看，这都泼身上去了。干啥呀？哎呦，太过分了！太来了，看他那个样。想要泼我，你还没有资格。当众恶意造谣，污蔑我的名声。这位小姐，你可知诽谤罪最高可判3年有期徒刑？要不要让我的律师给你律师函？你少在那吓唬人！这根本不是我恶意诽谤，我就是在群里看到的。什么群？你看看，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举恒本就不爱姐姐，其实挺可怜的，挺可怜的。我把举恒带回去见家长，在家人的劝导下，决定不再纠缠。姐姐在谢少返回之后受了刺激，嫁了一个又老又丑的暴发户。大家不要乱说出去，这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。我们易家的男人可比谢少强了1000倍、10000倍。你少吹牛了，我看啊，他就是死要面子，在那骗你着不呢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来到乐小姐和谢雪恒先生的典礼现场。在这个充满爱的幸福时刻，听说新娘的姐姐也来到了现场。现在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舒逸小姐上台，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。既然妹妹要求，我这个做姐姐的自然要送上最真挚的祝福。其实我今天最应该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好妹妹。要不是前几个月爷爷的生日，她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，也不会第2天就和他分手。面对这份感动天地的缘分，我当然要承认这个。祝福你们得偿所愿，百年好合。原来之前圈子里的传言是真的啊！关大猛居然真的爬上了准姐夫的床，用这种手段上位，还当面逼人家正牌女友前来送祝福，这脸皮子可真是够厚的。这样啊！关叔爷，你胡说八道！你当初明明是自己被举恒哥哥甩了，你现在就是嫉妒我们，故意在我的订婚宴上造谣生事。谁说我老婆造谣了？什么人啊？
谁说我老婆造谣的？沈总啊，这是！他怎么来了？我也不知道他是沈总，这是莫来了。沈总，他不是去出差了吗？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还请关小姐慎言，如果我再听见半句造谣我太太的话，后果自负。天哪！宏泰集团的掌门人沈清月，原来真是关淑怡的老公。许宏哥哥，你快帮我说句话呀！你说当天是我带你回家的。闭嘴！还嫌不够丢人？本来就是我们对不起淑怡在先。许宏哥哥，哪怕我跟淑怡分手，她也从来没有在外面说过我一句坏话。你自作聪明，我把她叫上台。关诺诺，你简直太不道德了！老婆，我们回家。各位，抱歉，让大家看了场闹剧。既然两个孩子的感情不到位，今天的订婚仪式到此为止，酒席正常，大家随便吃随便喝，吃好喝好。你不是去出差了吗？行程明明排到了明天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？我要是再不回来，我老婆就要跟别人跑了。跟谁跑啊？沈清月，你这吃的哪门子飞醋啊？就算是飞醋，那也是因为沈太太太耀眼，总招人惦记，让我这个做丈夫的有危机感。好啦，回家吧，我累了。我都出差回来了，沈太太还准备睡次卧。那个，我这几天睡次卧比较习惯，床比较大。是吗？可我这几天出差，睡眠质量极差，甚至开会的时候都在想，自己到底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想想自己到底哪里做的不够好，才会被自己的太太分房睡。丽丽，告诉我原因。这让我怎么说啊？难道要说是因为上次太激烈我发炎了，怕跟你睡在一起擦枪走火吗？这么犹豫，难道是今天谢举恒结婚，你心里不高兴？因为谢举恒，他毕竟是你的初恋男友，他今天订婚，我以为你心里多少会有些。沈清月，你脑子在想什么呢？谢举恒那种出轨劈腿的渣男，我见他一眼就恶心，怎么可能为他伤心啊？原来这高高在上的沈大总裁也在吃陈年旧醋呢。沈先生，你也太小瞧自己了。我放着一个这么帅气多金又护短的极品老公不看，去看那种渣男，你比谢举恒好10000倍好吗？那沈太太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躲着我？还不都是因为你啊！
每天都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我对你又没有什么抵抗力，结果就是……结果什么？结果就是上次我感觉不舒服，就去找余威挂了个号，他说我下面撕裂了。我这不是怕再跟你睡一张床上又擦枪走火，到时候再去挂号，我真的没脸了。就因为这个？你还笑？笨，只要你身体不舒服，我什么都不干。但是我不允许我的太太跟我分房睡。你干嘛？抱你睡觉，盖着被子，纯睡觉。以后有什么事随时跟我说。既然沈总这么虚心接受建议，那我可提要求了。你确定？非常确定。从医学角度来说，男性正常时间是15到20分钟，非常合理。那如果为了保证核心时间，直接省去开胃菜，你能不能接受？不能。关淑逸，你讲点道理。是你让我说体验感的，现在又不让我说。看来我的战术存在严重失误。现在用户体验不好，我是不是得多做几次尝试，赶紧把错误改正回来？等等，你冷静。沈清月，说好今晚只盖被子睡素觉的，大骗子！先吃个开胃菜，练练技术。哎，太太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打个电话。今天正好调休，就炖了点汤。看他最近总熬夜，想给他补补。怎么，沈总在忙吗？哦，没，在开会，不过很快就要结束了，我带您过去。好，这边。以我们的技术来说，他们每个部门都是……原来他工作的时候是这副样子，杀伐果断，游刃有余，倒还真是耀眼的很呢。我们的合作，后续肯定是没有问题。这种技术，里面那位女士是？她，是盛世风投的盛总，没错，这圈里有名的女强人。不瞒您说，之前我们以为沈总和盛总能走到一起的，毕竟啊，两个人门当户对，在商场上又是难得的默契。散会。罗助理，我医院突然有急事，要回去处理。可是太太，这会议已经结束了，您不进去打个招呼吗？不了，这汤你帮我交给他，让他趁热喝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太太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这张破嘴。盛总，下次有时间一起喝一杯。好的，好，走了。太太来过了。对，那个医院调休，就特意给您送汤。人呢？去办公室了。那个，看您开会，看您忙，他就把那个汤放下了，说医院有急事走了。我再问一遍，人去哪儿了？沈队，那个我可能一不小心提到你和盛总的那些绯闻。但您想想，这是好事儿，好事儿。太太她吃醋了，说明您的幼妻计划成功了。罗军，你下个月奖金也没了。
是今天调休吗？怎么回来了？这么热爱工作？云花，我最近可能心脏出了问题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今天上午我出现了胸闷气短，伴随心动过速，甚至有点轻微的交感神经兴奋和心肌缺血的刺痛感。关医生，在生理学上讲，这叫心肌缺血，但从心理学上讲，你这是吃醋。谁吃醋了？我可没有。你就别嘴硬了，你就是看到自己的老公和别的漂亮女人在职场上势均力敌，大杀四方，危机感爆棚啦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他如果真的喜欢那个盛总，以他俩的家世背景，说不定早就结婚了。但是我看到他俩在一起，那种棋逢对手的样子，就总莫名觉得心里很堵。破案了，那更证明你是在吃醋，而且吃得死死的。关医生，你就别挣扎了，你坠入爱河了。我真的爱上他了吗？唉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！好羡慕你啊！随便联姻找了个名义上的老公，居然真能发展成真爱。你天天把你老公藏着掖着，他到底是谁啊？下次吧，下次我带你见他好吧？好好好，我下班了。沈清月，你不是在公司吗？怎么来这儿？先上车。我们现在是要回家了吗？关医生，你就别挣扎了，你坠入爱河了。不回家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喝，干杯！来，嫂子来了。嫂子好！别紧张，结婚这么久，一直没正式带你见见我的朋友，今天刚好都在。这些都是我的战友们，生死兄弟。还有我。哎呦，去。盛总，你们先坐。这位是盛兰盛总，我们是很久的朋友了，也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。沈太太，久仰大名。今天白天在公司，你可是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。某人可是着急的不行，连汤都没拿就追出去了。顺便告诉你个秘密，盛总有女朋友了，而且感情很稳定。啊！你怎么不早说？我都快尴尬死了。白天某人可是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给我解释的机会了吗？原来他推掉工作，特意带我来见他的朋友，是因为察觉到了我的情绪，他没有觉得我无理取闹，而是用最坦诚的方式，立刻抚平了我的不安，给了我所有的安全感。沈先生，谢谢你。沈太太的醋坛子都打翻了，我怎么敢不赶紧哄？老大，嫂子，这就不能当众虐狗了吧？我跟了你这么长时间，还头一次见你这么真情实意的对一个人呢，是不是啊？对，第一次来，咱们玩点有意思的，真心话大冒险，玩不玩？啊，好，我玩。好，开始啊！老大，第一把交到你了，愿赌服输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。真心话，那这就是自找的。
请听题：你第一次见到嫂子，心里什么感觉？第一印象又是什么呀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挺虎的。挺虎的，这算什么形容？亏我当年还特意穿了裙子，简直是媚眼炮给瞎子看。什么词儿啊？哎，行，算老大过了。第二把，嫂子，请。哎，风水轮流转，嫂子中招了。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吧。嫂子，这个问题我是代表群众问的。请问，老大平时看着禁欲很高冷，但那方面上的问题，是不是跟训练场上一样生猛霸道、体力惊人啊？这算什么问题啊？我拒绝回答。嫂子，拒绝回答可是要喝一杯深水炸弹的呀。这个问题属于高度禁欲，你嫂子脸皮薄，这杯酒我替她罚。哎，老大，你替老婆挡酒，一杯可是打不了诚意的。按规矩，英雄救美要喝3杯啊！三杯！喝杯水。啊，你在包间里说那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对我印象挺虎的？可恶！我以为就算不是精致，起码也是漂亮吧。漂亮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晒得黑黢黢的，一笑就露出一排大白牙。这跟漂不漂亮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黑黢黢的？我那天可涂了粉底液呢。谁说我第一次见你是在餐厅里？不是相亲？那是什么时候？藏区，你举着椅子不管不顾的朝那个持刀歹徒头上砸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哪来的女孩？又虎又愣的，胆子大的能包天，连命都不要。你那个时候也在藏区？哦，原来我们那么早就认识，所以我们第一次相亲不是巧合，是你对我一见钟情，蓄谋已久吗？当时没这么觉得，只是觉得那个拿椅子砸人的身影，在我心里留了好多年。现在想想，确实是一见钟情。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凭什么你可以在暗处偷偷多看我一次，我却不知道你长什么样？纠正一下，不止一次。在那之后，我还见过你一次。我们还见过？什么时候？在哪？这个嘛，就得等沈太太自己想起来，我才能告诉你。啊！你这人怎么说话说一半呢？告诉我，告诉我！啊！别想以前，想想现在。饭也好了吗？我想试试。先关灯。我不想关灯，我想好好看看你。老婆。
云婉，你这有体温计吗？给我量一下。我最近浑身酸痛，感觉好像发烧了。发烧啦？你这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发烧，还是被你那位神秘老公做到发烧啦？云婉，你脑子一天天想啥呢？我怎么会认识你这种女流氓啊？你这反应分明是被我说中了。杜医生，关医生，不好了，儿科大厅那边出事了，有个极端的医闹患者拿了把砍刀冲进来了，见人就砍，现场已经失控了。别动！别动！把你们院长给我叫出来！再不来，我就杀了他！孩子才3岁，就发了个烧，送你们这破医院，我孩子的命就没了！你们这群庸医、杀人犯！今天你们医院要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要你们所有人陪葬！医院出事了！突发新闻：青山医院儿科大厅发生恶性快去医院！男子持刀劫车医护人员。关书记，危险，你别过去！别动！大哥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孩子的事情我们都知道。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你儿子当时送在医院是高热惊厥，儿科第一时间就给他用了退烧药，出院的时候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。孩子后来出事也是因为误食了玩具导致窒息的，这跟医院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是个男人，就应该怪自己没照看好孩子，而不是在这找个无辜的人撒气。你放屁！你们这些穿白大褂的就会互相包庇，我要让你们偿命！别走了！别跑！今天我要杀了你！舒一，舒一，舒一，是你吗？沈总，就这一下，什么情况？我没事的。我放你去追求自己的理想，去治病救人，因为那是你的信仰。但是你往前冲的时候，有没有哪怕1秒钟想过我？那把刀落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害怕吗？我什么都可以接受，但是我不能接受没有你。别胡说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。今天真的是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我都来不及思考。我发誓，以后遇到这样的事，我躲得远远的，第一时间交给你处理。我还要留着这条命，跟你长命百岁呢。你答应我了？你这手怎么流血了？快去叫护士！没事，不碍事，一点小伤罢了，我自己处理。又是这个钱。如果说之前是巧合，这次就不可能是。沈清月，3年前新市特大洪灾，你是不是也在现场？3年前
新市特大洪灾，你是不是也在现场？没有，别想他了。嫂子，你的伤这么快就好了？那个沈队在开会，我去给你叫。行了，罗军，别装了。沈清玉都已经跟我坦白新市洪灾的事了，我今天就是想问问他上次受的伤是什么时候？他连救你肩膀脱臼的事都说了。好啊，沈清玉，肩膀都脱臼了，还瞒得这么死。太太，你炸我！算你立功一次。这怎么会是我？破嘴，这事都说出来了。打扮得这么漂亮，要去哪儿？好看吗？今天我要去见一个壮女。谁？当然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托朋友查了那么久，终于找到他了。今天约了和他见面。你确定你找到了对方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当然是男的，据说还是体格健壮、英俊潇洒的大帅哥呢。骗子！当初在洪灾里把你拉出来的人是我，你现在要去见谁？沈先生，你现在为了吃醋，连这种谎都说得出来？我没骗你，当时……如果我的救命恩人真的是你的话，你怎么半个字都不提？现在我要去见别人了，你却冒出来认领。沈清月，你就是个大骗子！对了，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如果一会儿我看他顺眼的话，说不定我就以身相许。拜拜。到底是哪个不要命的，敢骗我老婆？喂，罗军，立刻给我查太太的追踪定位。那个骗子呢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3年前，那场洪灾过后，我在这里点了2盏长明灯，一盏是送给那些在洪水里永远沉睡的灵魂，愿他们平安，祝他们轮回；另一盏送给我那个连长相和名字都不知道的救命恩人。我每天都在这为他祈愿，愿他事事如意，无病无灾。希望他岁岁年年皆如意，大富大贵伴此生。因为我知道，他是拼上自己的命，才救回我这条命。沈清月，我希望你就是那个被神明庇佑、岁岁平安的人。你都知道了。既然是你，你为什么不说？害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。因为我太了解你。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对我的感情里一定掺杂着沉重感激和愧疚。你或许会因为感激而对我好，甚至妥协，但我想要的是一份纯粹的爱。我希望关淑怡爱上沈清玉，只是因为我是沈清玉，不掺杂任何的感激之情和任何道德的绑架。
还记得我们的3次确定吗？第一次是婚前，我向你确认我们的步调和思想是否一致。第2次是在江边，我向你确认你是否愿意抛开所有的杂念，和我坚定地走下去。现在是第3次，真的是。关淑怡，我想确认，嫁给我，你觉得值吗？抛开所有愧疚、光环和感激之情，你喜欢我吗？沈清月，我不喜欢你。因为我爱你。像是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这里睡着的，曾经都是跟我同生共死的战友，有的是在边境维和时被歹徒刺中左心口，全力抢救后终究还是没留住；有的是协助缉毒警察逮捕罪犯时不慎落入了毒枭手中，等任务圆满完成时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早没了气息。这是周周的亲生父母，当年先是洪灾后，他们因为救别人家的女孩，双双被洪水卷走，让他们自己的孩子彻底没了父母。他们很伟大，用生命成全了大爱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周周？等他18岁。等他长大了，一定会因为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骄傲。依，其实我最初的理想，根本不是做什么集团总裁。我想像他们一样，留在部队保家卫国，哪怕马革裹尸。但最后一次任务中，我因任务受伤，组织判定我不适合在一线高强度作战，我才被迫转业。恰好沈家要缺少接班人，我这才不得已放下枪，拿起公文包，回到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我没能守住自己的信仰，我希望能在你身上延续。意，尽管放手去做吧，你只管绽放美丽，我会永远做你最坚不可摧的后盾。哎呦，小少爷，慢点跑，当心摔着！好啊，你个关书记，你老公居然是宏泰集团那个沈清月，瞒我这么久，害得我还对他花痴那么久，死定了！我让你和帅哥认识认识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，算你识相。史顿，哎，喝，来，你输了就得玩得起，喝3杯啊！一言，恭喜你不仅大难不死，还拿下了我那个冰山小舅舅。看什么呢？来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贺礼。于晓，你这是准备了什么？装什么傻呀？当初是谁信誓旦旦跟我打赌，
说要是有天爱上了我的小舅舅，就穿上这套衣服给他跳兔子舞的。怎么想来照啊？来，喝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你养鱼了你？喝完。没事。你看好了，我只跳一遍。我不想跳，丢死人了！跳得很好，不过比起看兔子跳舞，我更想吃掉你这只兔子。沈金玉，老婆，谢谢你来到我身边。